首先呢，要预祝穆斯林的朋友们安康蒙福。May this holy month bring you peace, prosperity and spiritual fulfillment。如果我进行斋戒一天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？稍早的时候，我在社区中进行了一个问答，我说斋月期间能不能吞咽自己的口水？在收到的469票中，有40%的答案回答错误了。于是呢，我进一步的上网去搜索学习关于斋月、穆斯林、伊斯兰的各种知识，发现大家对斋月和伊斯兰确实有各种各样的误会，我把它贴在了屏幕上面。于是我就有了开头的这个疑问，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，我是对斋月、穆斯林、伊斯兰都几乎没有了解的零基础小白，我是否可以不预设任何立场的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呢？需要说明的是我在3月11日这一天开始，我呢这一条既不是知识普及或者宗教类的视频，我本身也是非穆斯林，所以我并不会遵照伊斯兰教的各种教义的规定。我呢也把范围限定在这一天的早上6点11分到晚上7点26分之间，不进食也不饮用任何东西。之所以放在真正的斋月开始前一天，也是为了避免各种麻烦，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虚拟封斋好了。我把我进食的整个过程记录下来，最后呢加上自己的反思，把这条影片呢奉献给你，也希望对你去了解斋月有所帮助。我们这就开始吧。现在是2024年3月11日早上的6点11分。什么意思呢？昨天我知道州务大臣通过关心确定了今年呢在3月12日正式开始斋月。我非常希望能够体验一下，如果一天都禁食，那么会是怎么样的。美丽的清晨现在是早上7点50，离6点11的斋戒开始呢已经过了1个小时。昨天晚上呢我是7点钟又吃完了饭，所以到现在已经有将近13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。我呢半夜也没有补充一些能量，吃一些任何东西。平时呢是有习惯从晚上大概5点多到第二天的中午12点做一个168的断食。但我不知道今天的挑战会是怎么样，因为现在呢已经感到有3分半到4分的饥饿程度。现在是早上9点12分，我已经空腹了14个小时了。早上的斋戒呢，从6点11分算已经开始了11个小时了，到晚上还有10个小时。饥饿程度好像已经快要达到5分了，可以明显的感觉胃在挤压，有一种总之就是饿的感觉。口渴程度呢略有上升，4分左右吧。现在是11点多离我的虚拟封斋已经开始5个小时了。今天上午呢还要在 Wilson 的学校和老师开家长会，要见大概10个老师。刚和我太太又录了一集的节目所以一下子非常的口干舌燥，这个程度从4分一下子上升到6分，饥饿程度呢也差不多上升到6分了。那离结束还要有6个半小时，我们再接着看后面会发生什么吧。现在是12点08分，虚拟封斋已经开始6个小时。我刚突然意识到，我含了半颗润喉糖，只要把它吐出来。跟我看哈菲兹说如果你意识到的那一刻就把它吐出来，结束终止，那么也就不算是一种破坏当然不是对我不是穆斯林，我只是在说这么个事情来着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06分，我已经有21个小时没有进食东西了，离我自己开展的所谓虚拟的 Ramadan 呢也已经开始了10个小时，离结束还有3个半小时。今天应该是比较累的，我们上午和下午分别去学校开家长会，见了8个老师，共进行了9场。我跟我太太呢又录了2-3集的视频所以我的口干舌燥的程度上升很快，已经是9分了。我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唾液是变少了，喉咙也是有些干，而那个饿肚子的情况呢，在7-8分以后反而有些适应了。中午之后，它只要胃没有再磨
就没有这么容易感到饿了。但论饿的程度呢，我觉得也有8.5到接近9分的程度了。心态是比较平和的，因为之前有168断食法的训练，我觉得是比较好接受这样的一个安排的，也确实感到省出了很多时间，因为你都不用去上厕所，不用吃饭，连喝水都不用，这是一些感受好的地方。现在是7点04分，还有最后半个小时。现在饥饿和口渴的程度已经到极点，因为到晚餐的时候呢，胃又开始磨了，嘴巴呢有点热热的，已经还是比较口干的。现在呢开始准备晚餐，和Wilson一起，他呢也在帮我准备。刚刚制作的蛋皮，制作的蛋皮把它划开，划散就变成蛋丝了吧？这个是等会儿准备用来包馄饨的馅。还有半个小时是吧？对。正好现在开始调馅，你等会儿马上调。谢谢你的支持哦，Wilson都在帮我做晚餐了，真的非常感谢他。一个云吞汤，一个馅这么大，够包一个，然后这里面至少够包2。谢谢你教我啊，厨师。教我的课程。Chef Wilson。请自己来给。用这个勺。果然会很珍惜食物。像加一点。够吗？再加一点点。再加一勺，像这没有，这个是我刚蘸的水。对，再把那一粒肉加上就行。还是我，一旦我开始了为期1天的虚拟斋戒，果然碰到了一系列的挑战。当然，这些挑战是好的，它也变成我的收获和反思的一部分，我会一并来介绍。第一个挑战呢，就是关于我自己的，因为我是华裔，我也不是穆斯林。那我去做这样的事情，会不会引起大家的反感或者引来一些攻击？我不知道，所以必须要非常小心。有热心的观众朋友啊，还在知道了我这个计划之后，特地告诉我必须要做好许多的自我保护的动作。我们不是穆斯林啊，所以也是吃猪肉的，只是体验一下这个感觉。确实，现在对食物的珍惜，对时光的珍惜，对家庭的珍惜还是一样的。那第二个挑战呢，就是你了。在观众的留言区当中，如果出现了不利于团结的话语和言论我作为博主也是要负责任的，所以我要非常尊重法令的要求，我也会严格的去看大家的留言，也请大家互相之间保持足够的尊重。我碰到的第3个挑战呢，就是要了解斋月究竟是怎么判断开始的，何时开始的。后来我知道，原来要晚上通过观月，在3月10日晚上确定了3月12日开始今年的斋月。第4个挑战，说实话，一开始我也认为是不能吞咽自己口水的，但在尝试了各种方法，反复试验了1个小时之后，我发现这样不行这样根本就做不到，所以才开始上网去搜，从哈菲兹的言论当中才了解，原来是可以吞食的。第5个挑战，如果在斋月期间不是那么重要的药你不能去使用的话，对身体还是会形成一定的影响。第6个挑战呢，就是来自于社交压力我讲这个呢分成2层。第一个呢，本身我们就有3餐在一定的时间去食用的习惯，改变这个习惯其实对和你一起生活的人也是一个挑战。第二呢，你不喝水也不吃东西，如果是马来人我想还好，但你如果是非马来人又是穆斯林的话，在身边多少会面临一些社交压力，即便我尝试了这1天，我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压力。好在我身边的太太和我的儿子 Wilson 都非常支持我。现在已经超过7点26了，开始喝水。我这为期1天的虚拟封斋结束了，希望你还享受我的影片。结束之后呢，我有了3点反思和体会。第一点呢，我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与食物之间的关系。人类是需要食物的，它除了提供给我们必要的能量，关于食物的内涵和外延天天就在我们的身边。我们有时候习惯性的就会抓起食物，就会喝下一些饮品，它带给我们快乐，在我们悲伤的时候好像又要靠食物来带给我们慰藉，它甚至于变成了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，它就变成了我们身体和思想的一部分。第二个体会，
当一个人开始戒断的时候，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反转和变化。我们之前也做过断舍离这样的节目，一件事情看似普通，从原先的哈拉变成 haram， 不允许去做的时候，你的作息习惯甚至于心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，它引得你不由得要去进行思考。比如食物好了，在白天戒断的时候呢，很长时间不进食，还能够完整的有一个周期去感受饥饿。饥饿好像只是一种恐慌，它来得很快，但是呢，它去的也很快，前后30分钟到1个小时，饥饿的感觉是会过去的。这个胃啊，好像也像有一个闹钟，到了时间它就磨，它看没有食物进来，也就退下了。不工作了，克服了这种恐慌，你会进一步思考我们和食物的关系，我们和生活的关系，能不能也处于这样的戒断之中。所以啊，这样的戒断提供了一个抽离的机会，抽离开来原先的习惯，你才有机会更多在精神上进行反思。我的第3个体会呢，是觉得好有趣。我们在生活中，我之前有做过节目说，旅行就像是拔插头，所以你旅行的过程也是一种戒断。那再进一步，我们现在生活在大马呢，离开了生活了40年熟悉的故土，到达一个全新的地方，这是否是一种戒断，是一个斋戒呢？它带给我们精神上的提升，好像就是我们现在每天做节目的样本，也是我们的动力来源。好了，最后我还是希望您多多评论，我们互相尊重，能够探讨一下斋月对你的身边意味着什么？你身边有一些穆斯林的朋友吗？对他们又意味着什么呢？这好有趣，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。